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千少。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院和某个民企联合开发的 TP500无人运输机的一个部件开始交付。那么这个部件呢，也是由一个民营企业来生产的。这个企业主要是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那么飞机呢，有可能是航空工业部门设计的。但是制造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以降低成本。那么全复合材料的无人机，它的最大优点是强度大、重量轻。而且根据相关的报道来看呢，这款民用的无人运输机，它的总体设计是分成两大块，但是机翼和机身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分离件。那么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把机翼和机身作为整体设计，很多的连接部件，比如螺钉、螺帽、螺栓啊，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就可以取消了。据说取消到80%到90%，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强度，同时降低了它的结构重量。因此它的运输效率非常高。尽管它一次飞行的载货量大概只有500公斤，但是和它机体比起来，这500公斤重量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这个呢，是它提高运输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 TP500无人运输机，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就是点对点之间进行空中运输。这样的一个平台，只要研制出来试飞成功，那么在几个城市之间，你如果设置小型的机场或者是通用机场，那么用 TP500无人运输机就可以快速的将一些货物，特别是重要的货物，在短时间内运送到目的地。然后，如果该机场还有一些更小型化的无人运输系统，那么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分各个节点或者是分段，将它们送到用户的手里。这有可能是未来无人运输系统的使用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这个场景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快速投递这个业务的效率。我们可以不用快递小哥了，直接中小型的、中大型的运输无人机把各种各样的货物呢送到城市郊区，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无人机把它一级一级的送到分发站，甚至呢直接送到客户的手里。那么 TP500从外上看，应该是一种后尾式气动布局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特点是机体的容积比较大，以便呢装载那些比重不算太高，但是体积比较大的货物。运输效率应该说很多方面超过有人驾驶的运输机。当然说到无人运输机，肯定要跟有人驾驶的运输机呢进行相比较。那么由于上面没有人，特别是没有驾驶员，因此它在很多空间、很多重量就可以用于装油、装货物。每公斤的运输成本，理论上讲应该低于有人驾驶飞行器。何况 TP500还是个无人运输机，那上面没有飞行员，就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我们知道，飞行员培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几年的功夫，你是不可能把一个新手培养成拥有熟练驾驶经验的飞行员的。而且飞行员的工资呢也比较高，如果运输公司要雇佣飞行人员以及飞机上的辅助人员，包括空中的机械员，那么它的使用成本肯定要比无人机更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无人运输机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如果像 TP500这样的无人运输机，它又具备短距起降能力，那么就可以充分利用很多小型的跑道比较短的机场来执行这些空中运输任务。我们知道很多城市附近呢寸土寸金，要想找一块平地建机场非常难。那么机场小了，有人驾驶飞机可能下不去，也飞不起来。那么用无人机来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就比较方便了。那么无人运输系统包括固定的无人机，也包括旋翼机。那么采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运输货物呢，应该说也有它的优势。因为直升机我们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具备垂直起降能力和空中悬停能力，对一些目标节点的货物运输有它的优势。但是无人直升机在飞行途中，它的经济效益呢不如固定翼无人机。这两种不同的飞行器呢，应该说各有优缺点。一般的无人运输机要想实现垂直起降，它的技术也很复杂，那么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无人运输空中系统。这样的一个空中系统，当然既能民用，
也能军用。比如说，我们用军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给前线运送物资，特别是给边防地区的一些复杂地形的边防战士运送给养、运送弹药，那就会非常方便。你要想用汽车往高原运送军用物资，那个是非常难的，没有公路你去不了。用马匹虽然适应性可能好一点，但是那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开发出适用的军用无人运输机，那么这些难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它既可以垂直补给，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补给，那么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边防部队后勤保障能力。这对维护我们祖国的边境安全，保卫我们祖国的领土领空，应该说可以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包括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积极的开发中型甚至大型的无人运输机。那么这些无人运输机一旦技术成熟，将会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建设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那么这些好处呢，将会助推我们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